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粉紫礼服造型曝光，美出童话感宛如公主下凡。颖宝的新生日大片出来了，看到第一眼就被那条粉紫渐变礼服惊艳到了，这设计真高级。短发造型配上这种漂亮的晚礼服，意外的和谐。老实说，一开始我觉得短发配礼服会有点违和，不过看到实际效果还真挺惊喜。这礼服的面料质感特别棒，柔滑垂坠感一看就很贵。说到垂坠感，我前2天逛商场看到一条特别像的裙子，差点就剁手了，跑题了。不过颖宝这条裙子的剪裁确实绝了，完美修饰身材又不会显得过分贵气，搭配那对精致的耳环，整个人散发着温柔又不失气场的感觉。拍摄的几个场景都很讲究手持望远镜，那个镜头莫名有种复古港片的感觉，托腮沉思的造型也拍得挺到位，就是不知道为啥感觉光线有点怪怪的。不过向上望的那个构图是真的绝子，把她清冷又带点小俏皮的气质拍得特别自然。对镜微笑那张更是把整个人的温柔感都拍出来了。整体色调选得特别配秋天，粉紫色系显得既温柔又不会太甜腻，高级感拉满但又不会让人觉得距离感很强，这种平衡感把握得蛮好哇。虽然这种礼服风格现在不太流行了，但是搭配短发造型反而有种别样的时尚感。啊对了，耳环跟礼服的搭配也很加分，衬得整个人都发光发亮的。赵丽颖一袭粉紫色礼服造型惊艳亮相，再一次将东方公主的美学演绎到了极致。粉紫色是一种介于梦幻与优雅之间的色彩，它既柔和又带着神秘感，既浪漫又不失大气。而赵丽颖在这件礼服的加持下，仿佛真的从童话世界中走出，带着天真与从容，轻盈地站在聚光灯下，美得让人移不开眼。那件粉紫礼服采用缎面与轻纱拼接，剪裁得体又不失灵动，腰身的线条收束得恰到好处，将赵丽颖纤细的身形修饰得宛若芭比娃娃般精致。而那一对设计感十足的耳环，更是在她举手投足之间闪耀出细腻而含蓄的光芒，为整套造型加分不少。这一次造型之所以引发全网热议，不只是因为美，而是赵丽颖赋予了这身衣服以灵魂。从她的神情、姿态到那从容的步伐，整个人如同天生为礼服而生。在许多人心目中，赵丽颖一直都是仙气和亲和力的结合体，而这身粉紫色礼服却揭示了她身上另一种更高阶的魅力，公主感与女性力量的平衡。她不是传统意义上需要他人拯救的童话公主，而是拥有自我风格、气质坚定的东方女性缩影。她的每一张活动照都展现出一个事实：真正打动人心的美，不是靠繁复的妆容或华丽的装饰，而是那份由内而外的气质沉淀和生命底色。粉紫色是许多女孩童年幻想的颜色，也是公主梦的标配色。赵丽颖将这种色彩演绎得如此自然，是因为她的成长经历赋予了她独特的生命张力。我们都知道，她不是一出道就含着金汤匙的幸运儿，而是一步一脚印，凭借实力与坚持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。这种经历所积累下来的坚韧和感知力，在她面对时尚与镜头时，转化成一种无声却强大的影响力。她懂得如何与衣服对话，如何让每一场亮相都不只是穿得漂亮，而是穿得有气场。她不再是某个角色下的赵丽颖，而是作为她自己出现在公众视野中，独一无二，光芒四射。更值得一提的是赵丽颖对时尚表达的态度，她从不随波逐流，而是在不断尝试中摸索出适合自己的风格。从清新简约到优雅浪漫，从俏皮灵动到成熟内敛，她用一次次不同的造型探索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一套审美系统。而此次的粉紫礼服，则是在她时尚版图中的又一次自我突破。这种柔美却不逆俗的视觉表达，让人们在惊叹她美貌的同时，也不禁感慨她对细节与风格的敏感度。
从耳环的选择到发型的披散，从肩线的剪裁到裙摆的摆动幅度，每一处都透露出经过深思的表达欲。这不是单纯的造型好看，而是一次情绪与形象高度统一的视觉演出。在摄影师的镜头下，赵丽颖展现了极强的镜头感。她的眼神柔和却有神，带着一丝沉思，也带着一丝坦然。她的微笑不浮夸，却足以令人瞬间产生好感。这就是属于她的氛围感，不是靠灯光和后期构建出来的，而是她自己内心的状态自然延展而出。所谓美貌封神，从来不是一句夸张的溢美之词，而是观众在一次次真实的观看体验后自发生成的共识。赵丽颖就是那种即使不说话，只是静静站着，也能令人记住她的存在感的演员。而这身粉紫礼服只不过是她众多惊艳造型中的一组，却因她的神韵与气质成为热搜焦点，网友争相转发的视觉符号。从赵丽颖的这次亮相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趋势：当代女演员正越来越注重自我表达，而非单纯的外在装饰。她们不再是被动接受造型师、品牌、导演安排的扮演者，而是主动选择、参与设计、表达自我精神的建构者。赵丽颖正是这一潮流的代表人物，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性在历经事业高峰、人生转折后，依旧保持热忱，保有美感，同时拥有掌控力与专业态度的状态。她不是靠脸吃饭的短暂红人，而是能够穿越流行风口，凭借作品与品格在时代中留下痕迹的实力派。回顾这些年赵丽颖的红毯造型和时尚表现，她一直在默默进阶。从曾经略显保守的小礼裙，到如今大气优压、浪漫梦幻的礼服驾驭，每一次现身都意味着一次新的突破。而在她不断蜕变的过程中，她的粉丝群体也在跟随成长。从她真美到她真有魅力，再到她好有智慧，赵丽颖身上所承载的不仅是外貌上的变化，更是对生活、对身份认知的成熟与开阔。而这一次的公主下凡造型，则恰好是她将少女感与成熟女性气质完美融合的一个注脚。最后想说的是，每一个为赵丽颖而心动的瞬间，都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仍愿意相信美好与温柔的一种映射。她不只是镜头前的演员，也是我们投射理想自我、情感寄托的媒介。在赵丽颖身上，我们看到的或许不仅是一个人变美的过程，而是一个女性如何在光影中坚定自我、提升格局的旅程。写到这里，想对每一位默默关注赵丽颖的观众说一句话：我们喜欢她，不只是因为她漂亮，更是因为她代表了一种力量，一种既能温柔也能坚韧，既能自持也能自在的女性力量。她让我们相信，无论生活多复杂，只要保有初心与努力，美与力量终会在某个时刻同时降临在你身上。愿你我在欣赏她的同时，也都能成为自己人生中的主角，在各自的舞台上，以坚定与优雅活出自己的精彩。赵丽颖已经用行动诠释了这一切，而现在轮到我们了。王一博沉淀期曝光，偶像背后的孤独与坚持。王一博暂别影视圈引发热议，这位曾以蓝忘机一角征服观众的演员，选择在流量巅峰时沉淀自我。在快餐文化盛行的娱乐圈，这种敢于留白、专注成长的勇气，或许正是行业最稀缺的品质。娱乐圈从来不缺流量，也不乏新鲜面孔。可要说起那些能让观众念念不忘、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角色灵魂的演员，王一博绝对算得上一号人物。最近，关于他暂别影视剧拍摄的消息引发了不少讨论，有人揣测背后有高人指点，有人直言连乐华这样的经纪公司都无力回天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位曾凭《陈情岭》蓝忘机一脚火遍大江南北的小伙子，为何选择隐身？想当年，《陈情岭》播出时，不少原著粉丝可是拿着放大镜挑刺，对王一博饰演的蓝忘机各种质疑。这小伙表情这么冷淡，能演出白月光气质？结果呢，人家愣是靠一个眼神、一抹袖口，
甚至呼吸节奏，把书粉们从头到脚征服了一遍。不用台词堆砌，全靠细节打动观众，这种本事不是谁都有。如今但凡有古装剧主打高冷男神，学蓝忘机的弹幕就准时上线，这角色俨然成了行业里的质检员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再牛的人物也会遇到瓶颈。当初那个让大家起鸡皮疙瘩的少年，如今却选择按下暂停键。有网友调侃，现在他这个情况，连乐话都拯救不了。其实，这未必是什么坏事。在浮躁和速成横行的大环境里，一个演员愿意主动沉淀自己，比什么流量数据更值得敬佩。咱们身边也常见类似场景，单位里业务骨干突然请长假，同事议论纷纷，但等他归来后，却发现工作能力提升了一大截。这就是所谓蓄势待发。娱乐圈也是如此，一味的赶通告、接烂戏，只会消耗掉本该属于自己的锋芒和独特气质。而真正懂得自省和成长的人，会在最需要的时候给自己留白。有人说，现在市场上缺的是好作品，更缺肯花时间雕琢角色的人才。想想那些经典荧屏形象，无不是经过反复打磨才成为传世之作。如果每个演员都把事业当快餐店经营，那我们还能指望看到多少令人难以忘怀的银幕瞬间？当然，对于年轻艺人来说，沉淀二字谈何容易？毕竟外界诱惑太多，公司压力太重。但正因为如此，更需要有人敢于逆流而上，用实际行动证明，只要肯扎根，就一定能开花结果。对于王一博而言，此刻或许正是重新审视自我、积蓄力量的重要阶段。他曾用寥寥数语和极简动作征服观众，如今更应思考如何突破固有标签，让未来每一次亮相都带来新的惊喜。这不仅仅关乎个人成长，也是整个行业健康发展的缩影。只有更多创作者与表演者耐得住寂寞，中国影视才能迎来真正意义上的繁荣。所以问题来了，是继续追逐短暂热度，把自己活成流水线产品，还是静下心来深耕细作，让名字变成人们心中的符号？你觉得，当机会再次敲门时，是匆忙应付好，还是厚积薄发赢得掌声？在娱乐圈的喧嚣与镁光灯之下，王一博的沉淀期仿佛被外界忽略了许久。但真正了解他的人却知道，这一段远离聚光灯的时间，并非停滞或迷茫，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自我修炼与重构。从偶像光环逐渐淡去，到静静扎根于作品、自我认知的土壤之中，这个男孩正以一种更安静、更有力的方式，走向属于他的广阔天地。王一博从不善言辞，这是大家对他的第一印象。从选秀出道，成为 UNIQ 成员，再到后来因陈情令一炮而红，他似乎一直都没有被流量这个词冲昏头脑。红的时候他不浮躁，被质疑的时候他不解释。他的沉默，在浮躁的娱乐生态中显得格外突出，也正是这种沉默，为他筑起了远离流俗的精神壁垒。很多人曾以为他的沉寂是状态下滑的标志，尤其是在过去1年里，没有新剧播出，综艺参与度也趋于冷淡。一些声音甚至认为他后劲不足，无法再回到巅峰。但事实证明，王一博选择的慢不是懒惰，而是耐心，是为了走更远的路所必须的蓄势待发。在这样一个流量至上、曝光及生命的行业中，他的消失恰恰代表了他对艺术与职业的尊重。他在用时间告诉所有人，真正的成长并不喧哗，真正的突破也不一定靠高调的回归，而是靠持续的打磨与积累。这段沉淀期中，王一博在演技方面持续进修。他低调参演电影，与梁朝伟这样的影帝合作，默默接受剧组严格的拍摄节奏，甚至在拍戏过程中脚踝受伤，仍坚持不喊停。这些细节看似不起眼，却在行业内部广为流传，获得了业内人的高度评价。正是这种不惧苦、不张扬、拼到底的韧劲，才让他逐渐摆脱偶像的标签，
朝着演员的身份稳步迈进。而在时尚领域，他也悄然完成了蜕变，从过去被质疑为外形普通，到如今多次登上巴黎时装周一线奢侈品牌争相邀请。王一博用实际表现打破了外界对偶像脸与时尚圈认可度的偏见。他不再只是某类群体的审美代表，而是逐步成长为具有国际辨识度的文化符号。他的时尚感不只停留在造型上，更在于他传递出的个性与态度，冷静、自律、专注，这些特质反而更契合高端品牌所倡导的精神内核。此外，王一博在舞台之外的选择也颇具深意。他开始尝试更多具有社会价值的内容，如公益、骑行纪录片、环保相关宣传等，展现出他对社会责任感的理解与承担。这种主动从流量圈层中抽身，转向内容与价值导向的行为，难能可贵，也极具先锋意识。他用实际行动告诉粉丝，偶像的使命不只是让人喜爱，更应有引导和启发的能力。很多粉丝在这段时间里始终守候，虽然没有新作品上线，但他们依然坚定地表示，只要他还在坚持，我们就一直等。这份情感并非空穴来风，而是多年互动与信任积累的结果。王一博的沉淀期不只是在自我打磨，更是用作品以外的坚守维系住了粉丝与大众的情感连接。他没有用热搜来刷存在感，而是用一个个真实细节和无声行动筑起更稳固的信任桥梁。当我们再一次在荧幕或红毯上看到王一博，已不再只是那个靠舞台出圈的男孩，他的眼神里多了坚定，步伐更沉稳，面对镜头也从容了许多。那种来自内心的力量，唯有时间和历练才能赋予。他懂得藏锋蓄锐，也懂得适时出击，这正是一个艺人从偶像到艺者所需经历的阶段性成长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存在提醒着年轻人，真正值得追逐的不是短暂掌声，而是扎实积累之后的自我认同。在内娱这样一个变幻莫测的舞台上，有太多素似明星因为追求效率而牺牲了深度，而王一博反其道而行之。他用沉默抵御浮躁，用缓慢打磨作品，用坚持实现成长。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宣言，但每一个选择，每一份坚持，都在塑造一个更加真实、立体且具有启发意义的王一博。他不是完美偶像的模板，而是一位真正愿意为了梦想与初心不断打破、重塑、超越自我的努力者。最后想对正在读这篇文字的你说，也许你正处在低谷、等待期，甚至被外界误解的阶段，但请你看看王一博的经历，记住，沉淀并不可怕，沉默并非放弃，有时候最深刻的成长，恰恰是在无声的时光里完成的。愿你也能像王一博一样，在喧嚣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，步履坚定，不惧前路。因为只要心中有光，终会迎来自己的舞台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